我有个漂亮的女友，她却攀上了大老板，还打算勾引我签合同，直到我让她的新男友破产，她才知道我不只是个司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将合同文件用力地甩在了傅丽新男友陈峰的脸上，霸气地告诉他们，这个项目，他们永远也别想拿到。傅丽一脸震惊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我心里却是十分的解气。傅丽，我前女友，自从知道她劈腿后，我们就分了。原因是因为她以为我穷，可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竟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。其实傅丽原本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有时候人是会变的，尤其是在面对诱惑的时候。我和他是在3个多月前认识的。当时我有个哥们林路，他应酬喝了酒，让我开车送他回家。在路上，他吐了，我在路边照顾他。他身体本来就有点胖，我一个人要抱动他实在是有些困难。这个时候，傅丽路过看到了，他倒是好心，过来帮助我安置我朋友。我们一起将抬到车上，然后我就问他要去哪里。等会儿我送他一程。原本他是要拒绝的，但是我又告诉他，等一下或许我还需要他帮忙。我实在搞不定林路这吨级人物，所以他也就没有推迟。当我将车开到我朋友的别墅的时候，傅丽有些许的惊讶，他没想到我朋友竟是一个有钱人。等将我朋友抬下车，安置到家里以后好，他忍不住感叹我朋友家真大。我笑着说我们林总不止这一套别墅呢。他自然是惊讶，不过也因为我对林路的称呼，他竟然把我当成了林路的司机。他问我，给这种大老板当司机，应该能拿很多吧？我先是一愣，但是随后也没解释，只是笑了笑。在这2分钟聊天之下，我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女人。23、24的年纪，长得很漂亮，有种青涩的感觉，应该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。腼腆之中透着一股子羞涩。我开车送她回家。她在一处普通小区租了一间房子，环境不算好，但是看到她乐观的样子，我也觉得她应该过得不错。或者可以说她才刚刚毕业出来，欲望还不大，追求的还比较平凡，所以看起来就朴素许多。原本我以为我们2人不会再有交集，可是没想到2天之后，我们居然又碰到了。这一次是在我朋友的公司楼下。前2天我送他回家，把我的钱包掉在了他的车上。后来2天我有点忙，也没有去拿。而今天正好过来，便来取。我刚打开车门，
装好钱包，便听到有人在叫我。我抬头一看，便看到是傅丽。我笑着说：“好巧。”傅丽却是笑着和我问候2句，便问我开远公司如何。我顿时有些奇怪，他怎么会突然问起开远公司？开远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，公司老板不务正业，喜欢干些投机取巧的事，长期拖欠薪资，几个月甚至大半年都不会发一次，还找各种借口为难员工。这公司就在我朋友公司的斜对面。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去开远公司。他说他在网上看到的，然后投了简历。对方说让他今天来面试，然后碰巧遇到了我，所以就问问我，看我认不认识开远公司的人，要是认识的话，可不可以？他虽然停顿了，但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情，我自然是明白，他想让我帮他走后门，让他进公司。我却笑着摇摇头，告诉他不用想着去开远，因为他如果去开远的话，或许就毁了。我告诉他开远公司的相关情况，他听了之后，顿时有些难受。好不容易进了面试，却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公司，让他自然难以接受。看到他很失落，又有些无助的样子，我便问他学的是什么。傅丽告诉我说他学的是运营管理。我立马便笑了，问他如果相信我，我帮他找个工作，他自然欢喜，说只要是我找的，肯定靠谱。看着他天真可爱的样子，我不免有些心动。这是以前的那些女孩没有带给我的感觉。随后我便打电话给我另外一个朋友，他公司是一个小公司，但正好缺人。听到说是我介绍的，他自然没有丝毫的推诿，立马让傅丽去上班。傅丽高兴地告诉我，等他发了工资请我吃饭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好好上班，再见，然后便跑了。我看着他雀跃地跑开，忍不住笑了。没想到才半小时，我便接到了我那朋友的电话。他问我傅丽是我的什么人，我很奇怪，说这是刚认识的一个朋友。他却跟我说这么清纯漂亮的女孩子，当真是普通朋友。我嗔怪地骂了他2句，他却是笑了，说听我语气，似乎是我女朋友，那他一定得好好的帮我照顾一下。我告着他不要乱来，人家还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姑娘，人家挺善良的，让他别去祸害人家。又过了3天，傅丽给我打了电话，电话里面的他非常的兴奋，开心极了，活像个孩子。他告诉我，别的公司试用期都是3个月起了，没想到他的试用期只有3天，便被正式录用了，而且工资竟然给他开了1万。
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还什么都不太懂的情况下，工资开1万那已经算是天文数字了。我倒也没想到我那朋友居然这么慷慨，慷慨的让我甚至都有些怀疑他是不是有些非分之想。不过我没有明说，只是在电话里面祝福他。傅丽兴奋地说要感谢我，要请我吃饭。他说他等不及发工资了，因为他太开心了，想找人庆祝。其实我心里也想再见一见他，便没有拒绝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去了一个小酒馆，在一条小胡同里面，是一个老房子酒馆。这里面的炒菜挺不错的，也不算太贵。他一边吃着，一边手舞足蹈地给我说他在公司里面的一些趣事儿。看到他忍不住喜笑颜开的样子，我一时之间竟然有些看呆了。真好看，我心里忍不住嘀咕。直到他叫我，我才恍然醒转过来。他问我为什么这么看着他，我竟然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，说你长得好看。他脸立马就红了，接下来场面就有些尴尬了。我一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，第一次在一个女生面前也表现出了腼腆。我记得我以前的那个女朋友都没有让我表现出这种扭捏的姿态。我心里在想，或许我真的是喜欢上她了，才这么接触2次，就没有来由的爱上了她。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出来，走在胡同里，灯光有些许的昏暗，我们就如同情侣一般散步。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最后，我终于还是鼓起了勇气，问他我可不可以和他交往。没想到他居然害羞地点点头，同意了。我忍不住牵起了他的手，他没有躲闪，这让我大胆了些许。我们慢慢地聊开了，话题也多了起来。我们互相聊着日常，聊着一些工作，可他自始至终都以为我是一个司机，还洋洋得意地说，一看我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。他说他看人很准的，见他这么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原本我是想告诉他我是集团董事长的，但看着他得意的样子，我又不想打击他，便没有说出口。不过这样也挺好，免得他自卑，觉得我们之间有差距。等以后慢慢的再告诉他。从此我们2人便开始了正式交往。当晚我便给我那朋友打电话，说我和傅丽2人确定了关系，让他多照顾，但是不准有任何的越剧情况，否则我饶不了他。他当然答应，还自言不敢得罪我，要不然我随便一个动作，一句话就能让他公司破产。我没有理会他的油嘴滑舌，只是让他帮我多照顾一点，然后让他暂时不要告诉傅丽我的身份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仅仅过去了1个星期，傅丽居然告诉我，他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。我很好奇，他才上几天班，
居然还有钱租房子。他告诉我，说是他老板好心，自己只是随口说一句自己租房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距离有点远，他老板便慷慨地提前预支了2个月的工资给他，让他能够自己在公司附近安顿下来，免得上下班这般辛苦。傅丽也想着，他和我交往，总要有个住的地方。我有些惭愧。他那天问我住在哪里，我为了一桩到底，便告诉他我住的是公司宿舍，外面没有房子。他这才想在外面租一套。我想着她这么一个女孩子，预支了2个月的工资，竟舍得花那么多租一套房子，可见她对我还是挺上心的。我心中有些愧疚。当我来到她租的小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套房有些小，只有30来个平米，一间卧室，一个厨房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小小的走廊连接，没有客厅。看着他欢呼雀跃地收拾着房间，嘴里还哼着歌，想来是非常开心。我却因为从来没有住过这么憋屈的房子，心里多少有些抵触的。他一边收拾，一边给我憧憬着未来，说他很快便会变成有钱人。他都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他的同学炫耀，因为据他了解，他的同学们出来也就3、4千，4、5千已经了不得了，而他自己却是工资达到了1万，全班都没有他厉害。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我也感觉到很开心。他突然很好奇地问我工资是多少，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多少，可他却是自以为是地给自己答案。他说他问过给他老板开车的司机，也就5千多，其他人要是遇着大方一点的老板，平时或许会有一些福利。要是遇到的老板不好的话，可能就只能拿一点干工资。我俨然失笑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他却是拍着我的肩膀，非常大义凛然地说，以后他会养我的。就这一句话，让我感动了好久。随后他居然给我定下了他主外，我主内的规矩，还说以后即便是我的老板对我不好，挣不到钱，他也愿意养着我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会提前1点从公司回来，然后给他做饭，真的将自己当成一个家庭主妇。我们现在在温暖的小窝里住了半个月，直到这天，他从外面回来，突然拿了2瓶红酒。我顿时愣住了，没想过他会喝酒。他却是似笑非笑地说，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浪漫一次，喝点酒。我点点头，便准备了我们的烛光晚餐。当东西摆在桌上，我点起了蜡烛，关了灯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在烛光的映衬之下，她看起来更加的漂亮了。一头长发披肩，性感的嘴唇，轻抿着酒杯，看着她略微仰起了头，
饮了一口酒，缓缓咽下。我感觉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优美，反倒是我，一时之间竟感觉到有些口干舌燥，仰头一大口喝了下去。这一下便把我呛着了。他笑了，赶紧拿个纸巾过来给我一边擦，一边笑着问我是不是没有喝过红酒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都是愣住了，但随即也释然了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我还是一个司机，没有喝过红酒很正常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喝酒，他告诉我说他这几天出去陪同老板和客户谈事情的时候，避免不了要参加一些饭局。这半个月，他都已经去了好几次了，所以他才学会了怎么喝红酒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却问我他学得快不快。我毫不吝啬地夸奖他，他就问我要奖励。看着他睁大的眼睛，深情地望着我的眼神，我忍不住直接一口亲在了他的脸上。他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我会亲他，因为这半个月来，我们虽然住在一起，但都是他睡床上，我睡地上，我们俩人还是保持了应有的距离，从来都没有越矩。可此刻我忍不住亲了他，这让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。丽丽，我爱你。我忍不住再次向他表白。傅丽似乎也是鼓足了勇气，竟低头一下吻住了我的嘴。我哪里还能把持得住？我立马便和他疯狂地吻在了一起。久违的感觉真是让人上头。我们激烈的拥吻在了一起，直到最后，我低声地询问着他，可不可以要了他？他羞涩地点点头。我便更加的大胆，将他抱在了床上，一边激烈地拥吻着，一边褪去他的衣服。他似乎是第一次，很紧张，他的身体在轻微的颤抖。我抚摸着他的身体，尽量让他放松。完事之后，我看着床单上的落红，才知道他真的是第一次。我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保护和爱惜这个将一切奉献给我的女孩子。我亲吻着她的额头，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就这样，我们幸福地度过了2个月。可是在我们认识的第3个月，我发现了些许的异常。这么多天以来，他竟然是第一次不回家，而且我打电话竟然没打通。我见他已经晚到了3个小时，便打电话问了我那朋友。我那朋友告诉我，说他准备让傅丽开始着手独自完成项目，便让他去谈业务，让他有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。所以傅丽是出去应酬去了。这么一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也偶尔会出去应酬，这样我便理解了。但我没想到他会关机。傅丽是第2天早上6点才回来，他有些微醺。我把他安置在床上，为他煮了点小米粥。他说他去谈生意，喝了点酒，
手机没电关机了，没办法告诉我。他们吃宵夜唱歌，一直玩到了凌晨5点过才散场。我见他这么累，赶紧让他喝点粥休息。看着熟睡中的傅丽，我准备向他坦白，告诉他我们不缺钱，我可以养他，让他不要这么辛苦。傅丽一觉睡到了下午4点。我看时间该买菜准备晚饭了，可是等我买菜回来，却是发现傅丽不见了。桌上留着一张便签：我上班去了，今晚还有一个局，可能回来的晚，别等我了。看着便签，我却是忍不住叹息，感叹着他的辛苦。我快速地做好饭，然后准备了爱心便当，便去他公司了。我准备在他吃饭的时候，告诉他我的身份。当我来到他公司楼下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恰好此刻，我看到傅丽下楼了。就在我要叫他的时候，他却是径直朝着一辆小车走了过去。我亲眼看到，车旁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，手里拿着一捧花，笑嘻嘻地站在车旁。我看到傅丽接过花，闻了一下，笑容很是灿烂。这一下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。直到他们开车离去，我才回过神来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，连忙上车追了过去。10几分钟后，来到了一栋小别墅前。别墅不算高档，可是对于一下小领导、小公司的人来说，这里无疑也算是富人区了。我看到他们进入了一栋别墅，我下车尾随过去。就在别墅大门口，我看到刚刚进去的2人，还在院子里，就已经吻在了一起。看着他们肆无忌惮、旁若无人的样子，我的心一下子拔凉拔凉的了。这还是那个天真的女人吗？这才和我在一起1个多月，便找到新欢了？还是说，她为了她的业绩，不得已出卖了自己？她难道说她是逼不得已？我没有冲进去，而是踉跄地回到了车里。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开车回家的。反正直到我躺在自己床上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直到保姆叫我，看着自己宽大舒适的房子，高档的大别墅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输在哪里。傅丽会选择别人，也不选择我。难道傅丽本质上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吗？那晚，我灌醉了自己。我是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的。一看，傅丽打来的。电话那头传来傅丽撩人的声音：“宝宝，你去哪里了？怎么一大早就不见你了？有点急事上班来了。”我还有些迷迷糊糊的，没想好该怎么和傅丽开口。傅丽倒是善解人意，那宝宝要好好开车哦。我昨晚又签了一单，今天特批了1天假。我会做好饭在家等你哦。么么哒。可是此刻的我，
听着他的嗲声嗲气的话，反而感觉到一阵的恶心。下午下班，我还是去了出租屋。果然，富丽准备好了很丰盛的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在他热情的招呼下，我坐在了桌前。他开始给我夹菜，但是我无动于衷。我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上班这么辛苦，还是别上了。我好歹也是个男人，赚钱养家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没理由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熬更受夜的操劳。”富丽笑了：“怎么会？我特别喜欢我现在的工作，也很满意我现在的工作。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作，何苦要放弃呢？”说着，他反而还劝我，说我不要大男子主义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没有什么男人赚钱养家，女人貌美如花的规定了，男女平等，大家都可以为这个家付出的。我佯装感动，一把抱住他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真好，我忍不住现在就想要了你，和你融为一体。”富丽顿时感到不适的样子，赶紧推开我，尴尬地笑道：“现在我还不想要，我有些累了。吃了饭，我们赶紧休息吧。”意料之中，我坐起身来，再次问道：“你去应酬，那些人没有为难你吧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也没有人逼你，比如职场潜规则。”宝宝，你都在说些什么呢？当然不会有啊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。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2天，他又告诉我要晚点回来。我笑着应承，却也最后跟了过去。还是那个男的。今天，他们去的不是别墅，而是一个酒吧。酒吧这地方我倒是很少来，因为不习惯里面的嘈杂。一个卡座，富丽和那男子手牵手坐在一起，旁边还有几个男男女女，大家觥筹交错，很是快乐的样子。看着他们把酒言欢，不知道在聊些什么，似乎很是开心的样子。看着他们酣畅淋漓的样子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走了上去。当富丽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也是愣住了，慌了，连忙将手从那男子手中拔出来。看到我和富丽的表现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。哥们，啥情况啊？明目张胆地勾引我们陈总的女人吗？一边一个男子推了我一把，我没理会，问富丽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富丽赶紧上前，小声说道：“宝宝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回家再和你解释。”我自然不会，而是指责那相好的说道：“谈业务需要手拉手。”富丽连忙解释：“我们只是朋友而已，礼貌性的拉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是吗？那青云别墅里面呢？你们一路狂啃，也是朋友关系？富丽顿时惊呆了。那奸夫站出来，一把将富丽拉了过去。小子，
没被女人甩过吗？这么激动，哈哈哈！周围所有的人都大笑了起来。被绿也是头一回吧？众人又笑了。男子继续说道：“告你，小子，我能看上你的女人，那也是你的福气。你一个臭司机，也配找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？”我怒视着他，那男子却是一点不怵，竟然上前拍了拍我的脸：“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博丰集团听说过吗？我们可是干保障服务行业的，我们最多的就是保安。你说，你一个司机，能惹得起吗？”傅丽开口了：“你回去吧。”那男子不高兴了：“既然都知道了，你还这么客气做什么？难不成一边吊着我，还想着和这小子再续前缘吗？我陈峰可不是这种绿毛龟。”傅丽一咬牙，说道：“我们分手吧。这里有5万块钱，是我工资和奖金，还有全部积蓄。以后我们一刀两断，再也不见。好样的，傅丽，我是真没看出来，你居然会是这么物质的女人。人是会变的。见识了陈总这样的人物，看过他们的生活，我是一点也不想回到我们那种蜗居的苦日子里面了。你怎么想我都好，但是我们之间真的结束了。陈总说了，马上就有一个大项目签，这一次成了就有几个亿的收入。只要成了，我们就会成婚。你已经配不上我了。我哑口无言，一切在意料之外，我无话可说。陈峰很得意，说道：“听过帝豪集团吗？东三省首富，我们即将合作。到时候我公司也会跟着飞黄腾达。你一个小小司机，更是望尘莫及了。我们是你一辈子都仰望的存在，你也就别硬往我们这上流社会挤了。拿着这点零花钱滚吧。”陈峰将银行卡砸在了我脸上，我反而淡定了。博丰集团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博丰很快就会破产，和你脑袋一样，血流不止。说完，还没等陈峰反应过来，我抄起桌上瓶子，一下子砸在了他的脑袋上。陈峰顿时鲜血淋漓。我拿起半截酒瓶，对着旁边2个要起身的男子，他们一下子被我震慑住了，竟没有再反抗。我转身而去，背后是才从疼痛中清醒过来的陈峰的大骂声。我回到车上，第一时间就给助手打电话，我要求博丰集团的合作，我亲自负责。另外，在签合同之前，将陈峰公司完全掌控在手中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只需要一声令下，立即就能破产瓦解。后来听我助手说，陈峰在到处打听我，说要找我麻烦，但是
却是查不到关于我的有用的信息。傅丽打过我电话，但是我没有理会，直接拉黑。几天后，我去公司，今天正是和博丰集团签合同的日子，在大厅，竟直接碰到了陈峰和傅丽。今天陈峰穿得很正式，傅丽也是精心打扮了，看起来更是美艳动人。可是我已经没兴趣了。陈峰头上被缝了针，但是为了合同，也是忍着伤痛亲自来了。为了不吓人，还特意梳了背头，把伤口用头发几层几层的盖着。看到我，他自然是愤怒，咆哮着就要上来打我。一旁保安一把将他拦住，我示意保安放开，盯着陈峰。陈峰却是一下子有些怂了，身边没人，不敢动我，因为我实在是比他看起来就高一个头，身体也比他健壮。小子，等着，今日是了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你挫骨扬灰。我怕你没机会了。说着，我转身进了电梯。傅丽在后面叫道：“这里是帝豪，你跑大楼去干什么？人家帝豪高管的重地，闲人免进，你去送死吗？管好你的新男人吧。”说着，电梯关上了。我的办公室旁边有间休息室，我正在收拾点东西，助理将陈峰两人带了进来。助理出去了，两人或许是四处看了没人，竟然商议了起来。只听见陈峰告诫傅丽，等一下一定要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，要各种暧昧的手段进出，无论如何也要让帝豪董事长将合同签了。傅丽竟然没有反对，而是点头同意了。我才知道，两人居然狼狈为奸，想用色诱来让我签字。这一刻我才确认，傅丽被陈峰当成了棋子。这两人要是真的有心结为夫妻，陈峰还会让自己妻子出来做这种下作的勾当？傅丽还是太年轻，头脑简单，经不住诱惑，但是不值得同情。我推开门，两人愣了一下，但是随即却是大惊失色。陈峰怒道：“混蛋！你敢跑到帝豪董事长办公室撒野？你是活腻了吗？”我笑着在董事长位置上坐下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帝豪董事长呢？两人又一次震惊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司机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司机了？我从来没有承认过。一切不过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认知罢了。傅丽一想，貌似没错。他尴尬地上前，竟来拉我的手：“宝宝，都怪我不懂事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了。”我一把甩开他，就像一只破鞋，连搭理的欲望都没有。
陈峰似乎也是清醒了过来，立即谄媚地上前，立马给我道歉：“董事长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有眼无珠，竟然得罪了您。您就看在我伯峰小小苍蝇肉的份儿上，饶了我这一次。今后我伯峰一定为帝豪马首是瞻，什么都听帝豪的。”我笑了，还在有幻想呢。我说过，我要伯峰破产，不复存在。难道我是说说的吗？说着，我拿起桌上的合同，一把砸在了他的脸上。这个项目，伯峰永远不可能染指。说着，我打了电话，当着陈峰的面要伯峰彻底破产。陈峰哀求，但是我也无动于衷。于是3分钟过后，陈峰接到了电话。当听到伯峰破产，他一无所有的那一刻，他彻底瘫坐在了地上。傅丽也是呆了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叫助理将2人拖了出去，坐在沙发上，我也松口气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